我在河沟也钓3年，却不知鱼儿全是下界飞升的大佬，而我随手吃的鲤鱼都是一方巨擘。只因这是一条时间长河，所有飞升者都要横跨时间长河才能跨界，可进入时间长河都会被强制化作鱼儿遨游，而我穿越成了时间长河的管理员，自己却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一位青年身着蓝星休闲装，驾着一条小船从我面前缓缓驶过，我瞬间瞳孔骤缩，这打扮难道和自己一样是穿越者？见此情景，我立刻追了上去。船上的青年见有人能在这河里游泳，瞬间大惊失色。前辈息怒，晚辈无意闯入前辈的地盘，还望前辈高抬贵手，放晚辈一条生路。我问你，你是谁？怎么会到这里来了？晚辈韩潘婆婆，来自一个小地方，晚辈是不小心误入此地的，还请前辈见谅。你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划船？你要去哪里？韩跑跑自然不可能说自己是穿越者，身为一个异世界来客，绝不能把身份暴露给本地土著。我还想问问前辈，这是什么地方？哎，你看，这船板上写着2个字，你看不到吗？字？哪里有字？晚辈什么都没看到啊！韩跑跑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却是什么都没看到，随即摇了摇头。听闻这话，我摩挲着下巴，心中暗自嘀咕：难不成这字只有我能看到？原来如此，这条船要去的地方，应该就是叫天南的地界。正好，我在这破河沟待了3年，早就待腻了，不如就坐这条船去天南看看。那个韩小弟啊，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我是这里的守河人，我的船前几天坏了，这里离城镇又太远了，你方便捎我一程吗？坐船能快不少。方便，当然方便。前辈能坐晚辈的船，是晚辈的荣幸。就这样，2人坐在船上，随着河水的流动，朝着前方驶去。可没想到，下一秒，小船突然咔的一声停住不动了。韩兄，你这船怎么突然停了？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了？闻言，韩跑跑心里也是咯噔一下，毕竟这条船压根就不是他的，而是穿越后一睁眼就在这条船上。最难受的是他还下不了船，被死死禁锢在了这条船上。对于面前这人是怎么上船的，他其实也十分震惊。可就在2人查看起船的情况时，系统的声音却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响起：请宿主立即下船，宿主暂时还不能离开这条河，请先将此河炼化，再尝试离开。听到这道声音，我顿时欲哭无泪。好家伙，强行让自己守河是吧？这时我灵机一动，对着韩跑跑说道：韩兄，我略懂一点修理之术，你这船不像我那一艘已经彻底烂钝了，只是出了点小毛病，还能补救一下。不过我帮你修船，你得付我修理费和过河费，毕竟我刚刚也跟你说了，我是这里的守河人，来往的船只都得交过河费。闻言，韩跑跑直接傻眼了，现在穿越都要交过路费了吗？韩跑跑上下其手摸遍了全身，最后却只摸出了一根鸭脖。我只有这个东西了。闻言，我才反应过来，可不是嘛，这韩泡泡刚穿越过来，身上根本没什么值钱东西。想到这，我只能就此作罢。这小子刚开启穿越之旅，连金手指都还没觉醒，确实拿不出什么过路费。可我也不打算就这么放他走。既然你拿不出过路费，那你就贷款吧。说着，我把一张纸递给了韩跑跑。看完贷款条约之后，韩跑跑整个人都傻了，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王德发，穿越前我就背着30年房贷，这穿越了还要背穿越贷，我他妈房贷都还没还清呢！闻言，我笑了笑，过路交过路费，这是规矩。我看好你以后能成为一方强者的。韩跑跑望着这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守河人，怎么和我那该死的房东一个死处？就在这时，韩跑跑发现了合同里的盲点，连忙开口问道：你合同里的宝物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东西才算宝物？闻言，我淡淡开口：我觉得是宝物的东西就是宝物。听到这句话，韩跑跑彻底蒙圈了。遇到劫匪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我见韩跑跑迟迟没动静，于是不耐烦地催促道：到底签不签？不签我可不放你走了。别，我签。那赶紧签完，咬破手指按个血印，这样我才放心。我双手抱在胸前催促道。韩跑跑实在拗不过，只能乖乖按了个血印。我拿回合同确认无误之后，露出了一抹坏笑，于是伸出右手：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韩跑跑欲哭无泪的回应：小韩啊，你到了那边可千万别躺平，得勤奋起来。要是捡到什么宝贝，就好好利用起来，多攒点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别乱花，别去太危险的，小命最重要。还有，以后等你混出头了，我会亲自去看你。我语重心长地对着韩跑跑叮嘱：多谢关心。韩跑跑一阵无语，还来看我，这是来收债吧？等我到了那边，什么狗屁合同，我才不管！你该不会想着到了那边就赖账不还吧？当然不会，等我去那边混出头了，欠款一定如数奉还。我还个屁！等我到那边混好了，我还不信你真有那个本事。请相信我，我韩跑跑不是欠钱不还的人。韩跑跑继续拍着马屁说道。随即我跳下了船，对着韩跑跑说道：
去那边好好混。就在我跳下船的瞬间，小船就重新动了起来。看着韩跑跑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满心羡慕，自己的穿越到底哪出了问题？困在这鸟不拉屎的破河里。就在我满心苦恼之际，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你维护了河内秩序，眷顾点加200。随着系统播报声落下，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自己守河满1天，就会增加10点河流眷顾点。虽然目前只发现这河流眷顾点能用来抽奖和提升河流亲和度，但是抽奖的东西却能随机抽出天万界的物品。1点眷顾点对应普通抽奖，10点眷顾点对应青铜抽奖，以此类推，抽奖的等级越高，越容易抽到高等世界的好东西。但就算是普通抽奖，也有可能抽到高等世界的宝贝，只不过概率极低。见此，我直接选了普通抽奖试试手气。下一秒，一个白色宝箱从河里飞到了岸边，打开白色宝箱，里面竟放着一块玉玺，上面刻着“寿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字，来自秦朝世界。见到是传国玉玺之后，我眼睛一亮，好家伙，传国玉玺！可兴奋过后，立马又觉得兴趣缺，自己需要的是具有神通的宝物，只能先收藏起来，日后回到蓝星带回去，也算是圆了龙国人民的心愿。接着我又用10点眷顾抽了10次普通抽奖，结果不出所料，抽了一大堆破烂。就在我无语之际，突然发现了一条搁浅在岸边的小鲤鱼，看着它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我想也没想就随手给它放生，眷顾点也在这时增加了5点。此刻我才发现，只要维护好这破河的秩序，就能增加河流眷顾点。随后我把剩下的眷顾点全用来提升河流亲和度，消耗100点眷顾点，亲和度从0.01%提升到0.013%。虽然只有0.003%的提升，但我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控水天赋神通竟在这时细化成了5个小神通，分别是隔离、静止、加速、回速、畅游，而且每个后面都有对应的图标。看着自己剩下的94点河流眷顾，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开始加点，先把隔离技能点到了1级。看到进度调动了之后，我心中大喜，当即准备试一试。随即我走到河岸边，大手一挥，下一秒，一小团河水便脱离了水面，大概也就10滴左右的量。而原先的我只能抽离1滴河水，我本以为这是个垃圾技能，如今发现能升级之后，我顿时信心大增。紧接着我把剩下4个技能都升到1级后，却发现没法再升级了，看来得先提升河流亲和度，升到0.1%才能继续加点。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化身成了勤劳的河道看护工，维护着河流的秩序，并且为了方便自己守河，我每隔几千米便建造一个值班室，然后沿着河一直巡逻，遇到搁浅的小鱼小虾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可就在这天，我发现了一只奇怪的小乌龟，每次把它丢回河里，它很快又会奋力游回岸边，一上岸就会用诡异的姿势在地上翻滚。与此同时，某界大陆玄天神宗一位青袍佝偻老者望着天空喃喃自语：老祖已经飞升1000年了，不知道在上界过得好不好。话音落下，旁边的金发男子望着天空，也是一脸期许。金儿，你乃金灵圣于本体，再修500年便可触及飞升之境。跟随老祖的脚步前往上界，你在此界已经无敌了，上界才是你真正的天地。听到师尊的夸赞，金发男子双手负在身后，瞳孔中泛起点点仙芒。师尊，你说上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啊，你是继老祖之后最有希望飞升的人。老祖本体玄龟，苦修3000年才飞升，单论天赋，以1000年变出飞升境，比老祖还强。如今老祖已经飞升1000年了，说不定在上界已经成了一方巨擘了。到时候你飞升了，还能去追寻老祖的脚步。金发男子望着天空，拳头也不自觉地握紧。我一定会的，师尊，我先去闭关了，争取早日飞升。转眼100年过去，这日玄天神宗的虚空之上黑云密布，一位浑身散发金光的男子悬停在虚空之上。此时玄天神宗的所有修士纷纷走了出来，朝着虚空上的金影跪拜，恭送宗主飞升。青袍老者看着徒儿走到这一步，一双浑浊的双眼泛起了点点泪花，随后挥了挥手，去吧，去更广阔的天地。金发男子居高临下俯瞰着众人，各位，我去也！话音落下，整个人冲向了雷云深处，下一秒空间裂缝缓缓闭合，天地也恢复了平静。与此同时，我在岸边又发现了一条搁浅的小金鱼，我毫不犹豫快步跑上前去，一把抓起小鱼朝着河下游随手一丢，随即哼着小曲继续沿着河边帮这些小家伙。与此同时，一条小船正缓缓驶来，准备路过这段河道，看到又有人来，我当即走到岸边，对着小船上的人影招手喊道：过来过来，先交钱。不知道是不是距离太远，还是对方故意没听见，依旧坐在船上一动不动。见状我瞬间来了火气，立刻施展控水神通，控制住小船下方1平米的水域静止。随即我踏在河面上，朝着小船慢悠悠地走去。走近了才发现眼前之人是一位容貌清秀的女子，此刻的她正一脸震惊地打量着我。来者何人？报上名来。我挡在了前面，对着船上的女子问道。话音落下，女子站起身来，对着我抱拳道：小女柳无烟，来自蓝星。听到来自蓝星4个字，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好家伙，莫非又是一个穿越者？怎么回事？上次遇到的韩跑跑也是穿越者，这次遇到的这位柳无烟女子也是穿越者，还是个女主穿越。先交一下过路费吧。我低头看了看小船上刻着的4个大字：大永王朝。看来这位穿越女主的目的地就是大永王朝。我没钱啊。她穿越前看过不少女主穿越小说，从没听说过穿越还要交过路费。面前这个男子能踏在水
水面上，难不成是传说中的仙人？应该是吧，不然不可能在穿越途中把自己拦下来。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所以直接开口问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要去的地方是个王朝，你去那边发展，你有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闻言，柳无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嫁皇家当皇后。听到这句话，我当场愣住。好家伙，还得是女嫔啊！那你到了那边之后，有什么能给我的？对于这种穿越去别的世界当皇后的，我还真是不知道该让她欠点什么好。然而柳无烟的回答却让我一怔。我可以让我夫君分你一半天下。你凭什么让你夫君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我一半？凭他爱我。闻言我一阵无语。好，又是爱，爱可真伟大。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毕竟男人何苦为难男人，自己就不折腾那个素未谋面、辛辛苦苦打江山的苦命皇帝了。于是写了别的规定到合同上去，直接让柳无烟签字按下手印，同时还语重心长地劝道：好好混，别当什么皇后了，直接当皇帝吧。话音落下，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响起。你维护河内秩序，眷顾点加100。这段时间我兢兢业业巡逻河道，眷顾点也攒到了1550点。于是我毫不犹豫消耗1400点，将亲和度提升到了0.03%，剩下的150点，我准备来一发白银级10连抽。其实我一直想抽到一本能修炼的功法，哪怕在垃圾都没关系。可抽了这么久，除了一堆破铜烂铁，一本功法都没抽到，总不能困在这里守一辈子喝吧？我就不信一本功法书都抽不到。随着10连抽结束，下一秒，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篇青云化龙诀的修炼功法。见此，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学习，还用眷顾点把它升到了1级。不到1刻钟的时间，我的气息开始暴涨，修为境直接提升到了炼气圆满境。我猛然睁开了眼睛，运转青云化龙诀，砰的一声，磅礴的青色灵力从掌心迸发，缭绕在我的周身。我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力量，顿时兴奋无比。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河岸边传来一阵动静，走近一看，便发现是一条奇丘被岸边的水草缠住了。我本打算把它放生，赚点眷顾点，突然想起系统还能统御水兽，不知道契约这只奇丘能不能增加眷顾点。抱着试试的心态，我直接对它发起了契约，是否花费10点眷顾点进行契约。伴随着我心念一动，一道金光将这只奇丘包裹。成功契约奇丘，恭喜获得10点眷顾点。自己花出去的眷顾点立刻就返回来了。这只奇丘被契约之后，看我的眼神也从最开始的恐惧变得温顺起来，一直在岸边游着，没有离去。我望着小奇丘说道：去吧，去给我抓几条宝鱼来吃。与此同时，天南大陆落云宗韩跑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200多年了，如今已是落云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元婴大修士了。但他夜里偶尔会做梦，梦到200多年前遇到的那个男子和自己签了一份贷款合同，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无比不真实。因为当时他坐的小船行驶到某处之后，小船突然翻了，他也失去了意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处名为天南的大陆之上。后来随着他慢慢成长，他也一直在打听那条黑河的消息，却一点踪迹都没找到，甚至古籍上都没有关于那条河的记载。这让韩跑跑都开始怀疑，当年是不是自己做了一场梦。久而久之，韩跑跑也早就把这件事忘了。这天，韩跑跑打听到极西之地有神宝出世的消息，于是他准备独自一人前往，看能不能分一杯羹。此时极西墨海之上聚集了无数强者。就在这时，一座通体黝黑的石门从海底缓缓升起，散发的气息让元婴强者都有些心悸，这也导致无数强者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观望着。韩跑跑站在众人身后，打量着海面上的石门。这时一位元婴强者从天而降，对着众人开口道：此海是我古玄门的领地，各位闯入我玄门领地，怕是不妥吧？说话间，元婴后期的强大威压释放开来，给众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随即一位同为元婴后期的蓝袍中年男子开口：不负宗主，这墨海什么时候变成你古玄门的领地了？还有神宝出世，有能者居之。闻言，吴钟魁气的胡子都在发抖。这墨海归于古玄门已经300年之久了，这极西之地哪个宗门不知？如今秘宝出世，反而所有人不认账了。肆意的闯入他古玄门的地盘，虽然他知道对方是故意的，可此刻起了冲突，只会立自己于不利之地。此时隐匿气息的韩跑跑望着吴钟魁也是心中暗笑，随后便打量着眼前的局势：2位元婴后期，5位元婴中期，包括自己在内还有10位元婴初期，其余低于元婴境的修士，韩跑跑根本没放在眼里。若是秘宝只有1件，自己大概率只能空手而归。毕竟元婴后期和元婴初期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因此只能看能不能趁乱浑水摸鱼，摸一件宝物就走。由于那座从海面升起的石门散发的气息太过恐怖，没人敢第一个上前尝试。墨海之上的所有修士全都静静等待着，没有人出手，气氛一度十分诡异。霎时间，石门开始震动，下一秒，石门的中心处凝聚出了一团暗紫色的仙光，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那团暗紫色仙光，一道道威压接连释放。既然都不动，那老夫就笑纳了。此刻，一位元婴中期的老者运转功法，朝着仙光团冲去。随着这位元婴中期老者出手，其余人也纷纷出手。老东西，还轮不到你。元婴后期的蓝袍中年男子祭出法诀，右手掌幻化成了虚无大手，朝着老者抓去。就在老者即将抓到仙光团的瞬间，那虚无大手瞬间将他盖住，恐怖的力道直接将他拍入海中，激起千层浪。可见此一幕，其余观望的强者非但没有被震慑住，反而变得更加疯狂，抓住蓝袍中年男子出手的间隙，几十人从四面八方朝着仙光团抓去。见状，蓝袍中年男子虎躯一震，磅礴的灵力瞬间迸发，以摧枯拉朽之势急速朝着仙光杀去。蓝袍中年男子不愧是元婴后期的老怪物，瞬间震飞了那些想浑水摸鱼的人。修为等级的差
差距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在蓝袍中年男子即将得手之际，一道剑光从天而降，蓝袍中年男子瞳孔骤缩，只能往后退避。吴钟馗同样是元婴后期的修为，他怎么可能让魏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抢走宝物？逼退魏广之后，吴钟馗也朝着仙光抓去，只要自己先拿到宝物，再赶回古玄门就安全了。魏广稳住身形之后，大手一挥，手中出现了一把银色长枪，生化白光掠出，恐怖的仙芒朝着吴钟馗杀去。其余的元婴修士也开启了大混战，一时间整个墨海之上一片混乱。韩跑跑双手抱在胸前，观察着眼前的战场。他也是一位元婴大修，却没有参战的意思，因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既然宝物只有一件，那自己就得更加小心谨慎一些，能抢到最好，抢不到也绝不拼命。元婴级别的混战打得整个墨海不断翻涌，海中的无数水兽纷纷逃之夭夭。不久，战斗就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此刻完全沦为两位元婴后期的表演赛了。几百个回合下来后，两人面色也逐渐变得惨白，鲜血从嘴角缓缓溢出。看到两败俱伤的这一幕，暗中观察的韩跑跑眼睛一亮，他知道该自己动手了。他是全场唯一一个状态完好的元婴修士，谁还能拦得住他？就在他准备出手的刹那，一道神雷从天而降，不知道什么时候，海域上空已经布满了黑云，点点神雷在云层中不断跳跃。下一秒，一条宛若黑龙的庞大生物从黑云中钻出，悬停在虚空之上。随着这恐怖生物出现，全场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面露恐惧之色。仅仅只是一个对视，好几个元婴初期修士全身就不受控制的颤抖。韩跑跑望着这恐怖的生物，瞳孔猛然一缩，整个人也定在了原地，不敢动弹。别说是韩跑跑，就连离恐怖生物最近的吴钟馗和魏广，在这强大的气息之下，也被吓得气血翻涌，五脏六腑都在颤抖。这到底是什么生物？韩跑跑在心中大惊，他从未见过如此强横的气血，自己元婴期的修为在他面前竟渺小如蝼蚁。他下意识想跑，可他却震惊地发现，在这恐怖的威压之下，自己的身体根本无法动弹。这头形似黑龙的生物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张开巨口，一口将石门中的仙光吞进了肚子，随即冲天而起，没入了虚空之中。下一秒，天空恢复了平静，仿佛那头恐怖的凶兽从来没来过一样。宝物已经被凶兽吞走了，那座从海面升起的石门也瞬间粉碎成了点点齑粉，整个海面恢复了原样。所有人还沉浸在无尽的震惊中，久久没能回过神来。那头恐怖的生物到底达到了何种境界？另一边，正在午睡的我突然收到了精神感应，从椅子上坐了起来。小气球这么快就找到好东西了。随即我走到了河岸边，便发现小气球摇着尾巴，嘴巴鼓鼓的，好像含着什么东西。看到我凑近后，它立马张开了嘴，吐出了嘴里的东西。这啥玩意啊？我拿起小气球，吐出来的那个黑不溜秋的铁球，就像小时候玩的弹珠一样，只不过是铁做的。这就是宝贝？你这是在河底随便捡了个铁疙瘩，来糊弄我吧？我一把把这铁珠子扔到了岸边。小家伙，这样吧，你给我抓点能吃的宝物回来。小气球像是听懂了，点了点头，又再次扎进了水里。就在这时，系统再次弹出提示：眷顾点+5。当听到眷顾点又增加之后，我微微一笑。虽然小气球灵智不高，但是看样子自己契约水兽是契约对了。在岸边走了没一会，河边又传来了精神感应，我凑了过去，竟发现小气球又回来了，还从嘴里吐出来了一条银白色的银龙鱼，好漂亮的银龙鱼！我抓起来仔细打量，发现这条银龙鱼的色泽十分漂亮，淡金色的瞳孔，各鳍都反射着银白色的光泽，干得不错，这确实是条宝鱼。去吧，再去多找几条回来。得到你的夸赞之后，小气球看起来十分开心，在水里绕着圈圈，然后再次潜入了河水中。随即我就把这条银龙鱼烤熟吃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斤鱼肉吃下去，竟让我感觉无比撑胀，自己练气圆满的胃口。别说1斤鱼肉，吃100斤牛肉都是正常饭量。紧接着一阵困意袭来，我直接躺在岸边的鹅卵石上睡着了。睡梦中，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奇异的变化。当你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了，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通透感。宿主修为筑基8重，掌控神通，聚水畅游，掌握功法青云化龙诀，掌育水兽无妞龙，河流亲和度0.03%，河流眷顾150点。通过系统面板，我发现自己的修为已经飙升到了筑基8重，直接从练气圆满一路飙升到筑基8重，这简直是坐火箭啊！看来那条银龙鱼比自己第一次吃的那条鲤鱼还要珍贵，果真是一条宝鱼。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了盲点，吴秋龙，吴秋龙是什么鬼？难不成说的是小气球？这天岸边又传来了骚动，我走到河岸边一看，发现小气球满身伤痕，满眼通红，甚至还有点血丝从眼眶渗出。见状我有些担忧，小家伙，你这是去找谁打架了？你这小个子可别去惹那些大鱼啊！下一秒，小气球张开嘴巴，吐出来了一颗光滑的肉丹，我拿在手里捏了捏，发现是肉的质感。你这是从哪里搞到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就是个小肉球，放在手里还在不断收缩。虽然不知道小气球从哪里搞来的这东西，但从它这伤痕累累的样子就能看出，肯定经历了一场恶战，说不定是从某个水怪手里抢来的水宝，真是可怜。这小家伙是否使用2点眷顾点治疗气球？系统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声，主动询问道：用，给我狠狠的用，不就2点吗？给我好好犒劳我的大功臣。疗伤成功，上一秒还伤痕累累的小气球，立马便已经完好如初了。小气球感激不已，激动绕着我的脚转圈圈。为了犒劳这位大功臣，随即我取出抽奖得到的野战蓝鲫鱼饵，混合均匀揉成团，直接丢到了小气球的面前。小气球凑近闻了闻，然后又后退了一些，又再次凑近闻了闻，仿佛在试探，也仿佛在确认。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好像在小气球脸上看到了极度嫌弃的表情。啥玩意儿？这还嫌弃？这可是好东西啊！这一团我至少能钓10多斤鱼了，现在全给你一个人享用，我这对你还不够好啊？
怎么不吃啊？我蹙眉问道。听到这句话的小气秋，下一秒直接一口把这团鱼饵全吸进了嘴里。见状，我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才对嘛。去吧，去玩吧，见到宝贝就带回来。没有就自己玩去。有了小气球之后，我也在琢磨要不要再契约几头水兽。这条河好像也挺不简单的，自己在这里吃了2条鱼，直接就让自己的修为坐上了高速。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里出现穿越者的频率也很高。难不成这里是穿越者的出生点？可为什么别的穿越者都能离开出生点去大展拳脚，而自己却卡在这里卡 bug？ 算了算了，想这么多干嘛？先赶紧攒眷顾点，把这破河炼化了再说了。就这样，我继续开始巡河。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前面河道的某处水域出现了一道漩涡，搅动着原本平静的河面。我记得昨天都还没有，今天怎么就出现了？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事。这么大一个异常漩涡，万一路过的人掉进去怎么办？我决定把这个异常漩涡给解决了。于是想也没想就跳进了水里，朝着漩涡游去。越靠近漩涡，那股拉扯力就越强，仿佛要将我的身体搅碎一般。于是我立马停了下来。虽然现在已经是筑基8重的修士了，可这河古怪得很，还是小心谨慎点好。于是我继续潜水而下，想查看一下河床是不是出现了缺口。可当我潜到10米深的时候，便感觉全身发胀，身体都要崩碎的感觉。我不敢再继续往下潜了，于是回到了岸边，望着那道漩涡。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施展了水域静止的控水神通，刚好将那道漩涡完全覆盖。我准备强行平复漩涡，下一秒，那漩涡果然在我的强行静止下恢复了平静。你修补了漩涡，维护了河道秩序，眷顾点加3000。当听到系统的播报奖励声之后，我直接傻眼了。啥玩意？3000点？自己没听错吧？以前都是几点几点的价，这一次性直接得了3000点。好家伙，自己就修复了一个漩涡，就给自己奖励了3000点，一下子就富裕起来了。我强忍着当赌狗的冲动，打算先把这3000点换成亲和度再说。消耗眷顾点3000，河流亲和度从0.03%提升到了0.06%，距离0.01%只差4000点。眷顾点了，漩涡，我现在太需要漩涡了。我沿着河岸继续往前走，希望能再遇到一个漩涡。逛了一大圈也没找到那样的漩涡，只不过我不知道的是，这无心之举给诸天万界的某个世界带来了何等影响。此刻，星月大陆的太阳之上，一位黑发男子枯坐在破败的赤日祭坛上，他身处太阳之上，低头望着自己曾经守护的星月大陆。他是一位御兽师，那个为了陪伴他选择一次次轮回的小家伙，此刻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轮回，去了另一个时空。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次次轮回中的一环，可这样的轮回一直在上演，已经上演了整整万年，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时间轮回里，最终消弭于天地之间。只期待某个轮回中的自己能打破这场时间轮回，结束这场悲剧。猛然间，他一抬头，发现周围的场景在不断变化，在不断倒退，最终竟回到了给小家伙取名的那一天。自己不是被困在太阳上了吗？为何时间倒退了？轮回打破了吗？男子望着面前的小家伙，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失而复得的心情让他一把抱住了小家伙，生怕一松手他就消失了。他抬头望着无比真实的天空，喃喃自语道：“是自己的祈祷感动了上天吗？”河岸边正在巡逻的我打了个喷嚏，谁在诅咒我？说话间，我感受到了河面上传来的动静，抬头一看，便见到熟悉的小船再次出现在了河面之上。难不成又是一位穿越者？我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朝着小船靠近。此刻站在小船上的萧火火见到突然出现的男子，也被吓了一大跳，随即抱拳道：“小弟路过此地，不小心打搅到前辈清修，还望前辈不要见怪。”闻言，我上下打量着这位清秀的少年，颇有一副穿越主角的模样。我低头看向少年船上的字：斗志大陆。看来又是一位穿越者。自己在这里遇到的3个人，无一例外全都是穿越者。这穿越者出生地实锤了。报上名来吧。我开口问道：“萧火火，姓萧，对，有什么问题吗？”前辈。萧火火面露疑惑的神色：“没事没事，我是这里的守河人，来往的船客都得记录在案。我只是感慨，萧这几个姓氏都是穿越大姓啊。”穿越的？你试探性的问了一句，就算不是也没啥影响。闻言，萧火火瞳孔猛缩，心头发颤，看向面前男子的目光也变得不一样了，一眼就看出来我是穿越的。确实，萧火火出门撞大运，一觉醒来就到了这个地方，看样子肯定是穿越了。可面前这位神秘男子居然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穿越者身份，什么鬼？随随便便一个守河的都这么强吗？前辈您是怎么看出来的？萧火火忍不住问道。猜的，随便一试就把你给炸出来了。话说这是正常人该有的思维吗？谁家好人见面就问你是不是穿越的？穿越这件事很常见吗？不瞒前辈说，我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我只是想平安路过这里，并没有其他心思，还望前辈放行。既然被猜到了，萧火火也索性不装了，坦诚一点，放行可以，得交点过路费。我一本正经的说道。还要过路费啊？萧火火摸遍了全身上下，什么东西都没带，自己这才刚穿越过来，拿什么交过路费？前辈你也知道，我这才刚穿越过来，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知道，所以我提前给你准备好了这个，好好看看，然后签了吧。贷款？萧火火张大了嘴巴，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了？有意见吗？我蹙眉道。没有，我签了。说着，萧火火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上面按下了自己的手印。见状，我有些诧异，这么懂事。我接过贷款合同，确认无误之后，才露出了一抹笑容，伸出手，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萧火火也大大方方地握了握手。不是都说穿越主角都桀骜不驯吗？这萧火火却显得十分平和，心境不一般啊。这样的人适合结交，适合当朋友。我给萧火火让了路，后会有期，去那边好好混，以后有机会我去找你。闻言，萧火火则是抱了抱拳道：后会有期，去吧，去吧。我笑着挥了挥手，告别了萧火火，并且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个人。斗志大陆的萧火火，恭喜你维护了河道秩序，触发额外暴击，奖励眷顾点加800。好家伙，800点，不错不错。这样懂事的穿越者，多来几个，来个1800个，自己就能炼化这条困住自己的破河了。成功送走萧火火后，我便继续开始巡逻。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接收到了小气球给自己传来的求救信号，我立马掉头，根据精神感应朝着小气球赶去。很快便来到了一处池洼处，我透过水面看到了水中的小气球正被一条手腕粗的水蛇给缠绕住了。就在水蛇准备一口吞下小气球的刹那，我怒吼一声，直接跳入了池塘中，一把抓住了水蛇，用力一扯，将小气球救了下来。可就在这时，这条水蛇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一个死亡缠绕，直接将我的整个右臂给缠住了。恐怖的缠绕力搅得我骨头都在哐哐作响。见此，我也是来气了，我堂堂筑基修士，还收拾不了你这条小水蛇了。随即运转功法，将灵力缭绕右臂上，左手朝着水蛇的头一拳挥去，咚的一声，一拳下去，水蛇彻底没了声响。与此同时，在无双大陆的昆仑玉海，一条吞天圣蟒被虚空中的一双大手强行抓走，破碎的玉海瞬间恢复了平静。几位不远处观战的人族大帝望着虚空之上，面露恐惧之色，太恐怖了！那双虚无大手是拯救那头丘龙的吗？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岸上，我已经将水蛇彻底解剖了，随后用匕首割了一大块蛇肉，来到了岸边，望着岸边伤痕累累的小气球，将蛇肉丢到了水中。老子帮你报仇了，吃吧，这是战利品，你也有份。小气球先是愣了好一会儿，传来了感激之意，便一口把这一大块蛇肉全部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下一秒，小气球身上的伤便肉眼可见的好了大半。见状，我眼睛一亮，看来这条水蛇也是一条灵蛇，下次遇到欺负你的家伙，你就将它引来岸边，我替你出头。小气球开心的转圈圈，仿佛找到了一个靠山。回到屋内后，我将剩下的蛇肉煲了5个小时，随后一股脑全部吃完，便回到了老爷椅上开始睡午觉了。可没想到睡着，我就感觉全身燥热，像是被人下了药一样。我猛然睁开了眼睛，下一秒，一股精纯的能量在胃里迸发，顺着经脉蔓延到了全身。我明白这肯定是吃了那蛇肉的缘故，于是盘腿坐了下来。这一坐就是3天，而我的修为也直接来到了金丹境大圆满。这一刻，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强大，一块蛇肉直接让我的修为一路飙升，梦幻的让我有些不敢相信，那水蛇到底是何种逆天之宝？接下来的1个月，小气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我也不打算召回他，让他自己去玩吧，说不定人家也有自己的老婆孩子要陪呢。这个月我运气还不错，每天出门都能捡到搁浅的小鱼、小虾、小螃蟹，稳定赚个100多点眷顾点。1个月下来，足足赚了3000多点眷顾点。于是我用4000眷顾点，直接将亲和度提升到0.1%，一时间自己对这条河的联系增强了几分。于是我迫不及待的再次提升一下自己的神通，将所有能加点的技能全都加到极限后，这才疲惫的躺了下来。回想起小气球的模样，我不由得开始想念他了。若不是精神感应，都怀疑他已经嘎了。这天正在睡午觉的时候，我迷迷糊糊之间听到河面传来一阵动静，这时才隐隐约约发现一道人影行走在河面上。见状，我瞳孔猛然一缩，困意瞬间消散的无影无踪，立马站起身来踏水朝着人影走去。李七夜正逆流踏河而上，一步步走在河面之上，脸上神情满是警惕，时时刻刻留意着四周的动静。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一阵水声，连忙抬头望去，就看见一位男子踏水而来，步履轻松地走到了他的面前。眼前的一幕顿时将他惊出一身冷汗。你是谁？听到这句话，我也是笑了。你小伙子闯到我的地盘，还问老子是谁？擅自闯我的地盘，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想走？听到这话，李七夜像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脸上露出了极度震惊的神情。你的地盘？你说这条河是你的？怎么有问题吗？我眉头微微一蹙，眼前这男子的气息十分诡异，看着不像是刚过来的穿越者，反倒像是本土修士。我完全看不透他的修为，想来对方的境界定然不低。没问题，李七夜也在暗中打量着我的修为，越打量心里越是震惊。他已经不知多少年没见过这么低的修为，境界他都快忘了还有金丹这个境界。可他绝不敢把眼前这位行走在时间长河上的男人当成普通的金丹修士看待。我见这位男子的神情有些急切，便出声问道：“你这是打算去哪里？去找我的羊？”李七夜也直接开门见山的回答道：“找羊？你找羊找到我这里来了？什么羊能在河上？”我只觉得这位男子有些神神叨叨的，像是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别人的羊不能在这条河上，但是我的羊就不一定了。你爱找什么羊找什么羊，我是这里的守河人，此河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我懒得和他废话，在他眼中这男子就是来搞事情的，自己只要维护好秩序就能获得眷顾点，所以怎么可能让他在这里乱来？听到这番话，李七夜心里一个咯噔，因为他不管怎么看都看不出这位男子的真实路数，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对方的修为远在自己之上。这时李七夜突然收起架势，露出一抹笑容道：“不知道道友听说过我李七夜的名字吗？能否给个面子？”李七夜已经修炼到了至高境界，这时间长河他也是经常路过，而且晚年的他为了找自己的羊，辗转各个大世界，他的名气在诸天万界也是响当当的1号人物。他以前来这时间长河
河也没见有什么守河人啊，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守河人？此刻我只感觉这位男子有些装神弄鬼。什么勾巴里奇也没听说过，别在这里跟老子套近乎。留点买路钱有这么难吗？我又不要你多少，留一些零食，哪怕是一件宝物，甚至是一顿饭也算是给面子了。听到这句带着火气的直白话，李七夜直接懵了。多少年了，不知道多少年没人敢对自己这么说话，可是他居然不生气。要是换做以前，以他的脾气早就一巴掌拍过去，但现在他却不敢了，因为他是第一次在这里遇到这样一位诡异的人，他的身上全是谜，什么都看不清。前辈，你说的买路钱要多少？思考了良久，李七夜还是不敢赌，万一赌输了，代价可就太大了。一旦死在这时间长河之上，自己这具尸体到时候遗落到什么世界、什么时间线去都不知道，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还是打算妥协了。看对方的架势，自己不大出血是不可能的。敢在时间长河上面打劫，敢问诸天万界谁能做到？即便他李七夜修炼到了如此的境界，但在穿越时间长河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也不敢待太久，免得被因果侵蚀。我看着他说道：“我也不是什么大恶人，也不是要你全部家当，大家修行都不容易，但不过怎么都要给点意思。”李七夜开始思索，大出血是避免不了的。如今自己已经发现羊的踪迹，若是再错过了，下一次再找到踪迹就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所以他不能耽搁太久了。想了好一会儿，他一咬牙，从袖口中拿出一样东西递给了我。前辈还望你莫要嫌弃，这已经算是我非常贵重的东西。我望着李七夜拿出来的一块铁疙瘩，眉头紧蹙，脸一下子就垮了下来。什么？老子让你拿点像样的，你拿一块破铜烂铁打发老子？你真当老子是要饭的？见到男子的脸黑了下来之后，李七夜也是有些蒙圈了。这还不满意？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你拿着破铜烂铁是什么意思？你是在逗我笑吗？我拿着铁疙瘩掂量着，随即抬头冷笑道。李七夜也是懵了，这可是衍虚界的本源碎片啊，而且还是最核心的一块。当初他为了这块碎片九死一生，还被几大神王追了好几个大世界，这都不满意，这眼界是有多高？李七夜心一横豁出去了。今天大出血已经是止不住，得断条腿才能过去。随即李七夜伸出右手，穿过了自己的胸膛，拿出来了一颗金灿灿的心脏，递到了我的面前。见状我也是被吓了一跳，好家伙，我只是让你拿点稍微值钱的东西，你直接给我掏心掏肺，而且把掏出来了之后人还没事，这小子难不成是什么魔修？长了2颗心脏？我才刚接触修仙不久，对于这些诡异法术也不太明白。前辈，这个应该有诚意了吧？李七夜脸色有些惨白，这颗心脏他炼化了足足1000年，融合了青龙之心、挖渊之力、太息骨胎等等。他这种境界没了心脏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只不过麻烦些，想重新炼制得再花1000年时间。闻言我诧异道：“这是你的心脏？你这样真的没事吗？”没事，前辈也应该能看得出来此物不凡，虽然可能入不了你的法眼，但我也耗费了不少时间。这是你炼制出来的宝物吗？我好像抓到了重点，既然是宝物，那我就收下了。那你过去吧。我给李七夜让出了路，多谢。李七夜总算是露出了笑容，要是对方再不满意，李七夜就只能硬闯了。对了，你的羊在哪里丢的？要不要我帮你找找？收到过路费后，我也是露出了笑容，关心道：“多谢前辈好意，我已经发现那畜生的踪迹，我应该自己能找到。”李七夜不愿意透露羊的秘密，毕竟那头羊身上蕴含着关系自己命运的秘密。那行吧，祝你好运，早日找到你的羊。我也不多问下去，只是感觉来河上找羊确实很奇怪，可能他的羊是水羊吧。这个世界出现生活在水上的羊，应该也不算奇怪吧。李七夜一步步慢慢的朝着河的上游走，见到李七夜走得这么慢，我决定帮他一把，于是操控着李七夜脚底下的水域开始加速。一瞬间，李七夜发现自己脚下的水域开始朝着前面快速流动，他转头一看，发现是那位前辈在帮自己，顿时他对我的怀疑瞬间烟消云散，控制时间长河的流速，什么鬼？这是大佬，这是顶级的无敌大佬。很快他便消失在了河道的尽头，李七夜也看不到我的身影了。该死，早知道那位前辈这样牛批，应该多结交他，自己甚至都忘记问前辈的名字。他回想起刚刚自己吹牛，还说对方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企图让对方给自己一个面子。现在回想起来，只感觉脸火辣辣的，太丢人了。轻松惬意行走在时间长河之上，还能控制时间长河的流动，这样的无上存在，哪里需要给自己一个面子？维护河面秩序眷顾点加1000，听到系统奖励的足足1000点眷顾点，我嘴巴都快笑裂了。再多来几个像李七夜这样的闯河人就好了，既可以赚眷顾点，又可以收点过路费。自己是守河人，收点过路费很合理吧？我回到了自己的食物前，左右打量了一下李七夜给自己的铁疙瘩，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出啥不凡来，就当做废铁疙瘩丢到自己的屋内去了。随即我的目光落在了这枚金灿灿的心脏上，拿在手上有些沉，掂量掂量，这足足得有1000斤重吧？坏了，忘了问李七爷这宝物该怎么用了。除了是金色的，和普通心脏也没区别，要不直接吃了算了。想到这，我张开嘴巴，一口将这枚心脏吞了下去，不过并没有吞到胃里面去，而是在胸口处卡住不动了。我立即原地打坐起来，准备炼化胸膛处的心脏。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自己身体中的灵力接触到心脏的一瞬间，那心脏如同触了电一般，直接来到了我的胸腔中，位于胸口右边，下一秒长出无数细密的血管，开始与我的身体融合。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1天1夜，我整个人被血气包围，气息也在心脏血管接通的一瞬间暴涨，子府1重，子府2重，子府3重，子府大圆满，修为一直冲到了子府大圆满才停滞下来，肉身也增强了100倍不止，气质更是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而且我能明显的感受到，这枚金色心脏自己只炼化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可能0.1%都没有。就这0.1%就能直接让我的修为暴涨这么多，
这要是完全炼化，那该到达何种恐怖的境界啊！在我送走李七夜后，河流眷顾点也是涨到了1650点。看着系统上的眷顾点，我只感觉哪里都不得劲，实在忍不住的我准备来一场豪赌，是否花费1000眷顾点进行黄金抽奖？给我抽！没想到下一秒，一道声音顿时让我兴奋不已。恭喜宿主获得无上功法。话音刚落，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数百道散发着金光的古老文字，其中蕴含着无上道韵。这是一本比青云化龙诀还要高等的功法，1000眷顾点就出了金色传说。得到功法后，我直接就准备开始加点。修炼是不可能修炼的，能加点为什么要修炼？下一秒，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血肉威力在发生着变化。我运转功法，道韵汇集在我的身后，呈现一道神像虚影。这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停止功法，神像虚影才消失。要知道，这才是第1重就有如此威力了。若想要提升到第2重，足足需要500点眷顾点。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这神像镇域境要比青云化龙诀高了几个级别。因为青云化龙诀只需要100点就可以提升到第2重，自己还剩650点，继续给我加点。神像镇域境加500，神像镇域境2重。倏然间，神像虚影再次矗立在我的身后，宛若法相。我刚刚的力量暴涨了1000倍。随着神像镇域境修炼到了第2重之后，我感觉自己的肉身比原来起码强大了100倍不止。下一秒，我感觉到了瓶颈松动，要冲击大成期了。我端坐在了原地，屏息凝神，全神贯注冲击大成期。3天后，我只感觉全身无比通透，说不出的玄妙。这神像镇域经不愧是自己花了足足1000点眷顾点才抽到的，果然没让自己失望。随着功法升级结束，我又开启了百无聊赖的守河生活。这日我在巡逻时，突然感受到了一阵风从河面上游吹起，下一秒我好像看到了什么黑漆漆的东西从河道上游朝着下游漂浮而来。见状，我速度极快的来到河道中间。当看清这漂浮而来的东西之后，我顿时惊呆了。只见一具漆黑的棺材漂浮在河面上，顺着流动的水域朝着下游飘来。我控制着水域，棺材也随之停了下来。靠近之后，我打量起来，用手指敲了敲，询问道：“有人吗？”此话一出，我感觉自己有点傻。这是一口棺材，有人回应的话才不正常吧？可没想到下一秒，棺材里面也传来了2声敲击木板咚咚的声音，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里面是活人，我靠近准备将其打开，可不管怎么用力，我都挪动不了分毫。见此，我有些懵，大成期连一口棺材都打不开，我一下子来了脾气，直接运作功法朝棺材轰去。当攻击接触到棺材的一瞬间，力道也崩碎消散，而自己也是虎口发麻，被强大的反冲力震得麻了好一阵。我也不打算折腾，这棺材有些诡异。念及至此，我控制着水域逆转，托举着黑棺往回送去，直到棺材消失在了视线中后，我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与此同时的无虚元黑央界，几道不可名状的强大虚影在隔空对话。算时间，应该到了吧？一道沙哑的声音于虚无中响起。过了许久，又有一道声音回应：差不多，应该到了。可是既然到了，为何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又有一道低沉的声音回荡而起：有些奇怪，若他已经抵达过去成功了的话，这黑暗界不应该还是一片虚无混沌，我等也不会还被困于此。古帝，你怎么看？这时虚空中的一道不规则黑影幻化成了一道古影，抬头看向了虚空之上。许久之后，威严的声音传来：或许失败了。失败了？不可能！以他的能力，就算失败了，也不可能一点改变都没有。为何会失败？这几道声音明显有些震惊。古影推演了许久之后，发现了一个让他不敢想象的真相，好像并不是失败，而是没有闯过时间长河，被人强行打回来了。此话一出，其余3人顿时怔住了。下一秒，一具漆黑的棺材从虚空中出现，他们不可思议地望着这具棺材，真的被打回来了。其中一团黑影惊呼出声：“没道理啊，怎么连时间长河都过不去？”古影盯了许久之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应该是有人干扰，只是我无法推演那人是在现在，还是在过去，或者是在未来。每一次的推演，他只能看到一道模模糊糊的人影。到底什么样的存在，居然能干扰到时间长河？他们虽然能逆流时间长河回到过去，但是他们绝对影响不到时间长河，更不用说施展手段将时间长河上的东西逆转送回。这有些超出他们能够理解的范畴。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做到如此？你们助我一臂之力。古影打算全力推演。话音刚落，3团黑影没入了古影之中，融为了一体，散发出恐怖的黑色仙芒。他端坐下来开始推演。恍惚间，他好像看到了一道人影屹立在时间长河之上，只是不管他如何推演，只能看到一道背影，看不清容颜。仅仅推演了2秒半钟，他便感觉神魂有些崩溃的迹象，不敢再继续下去。3团黑影也借助古影的视线，看到了那屹立在时间长河之上的人影。他们懵了，那道人影到底是何种恐怖的存在？再试一次，我不太相信有人能影响时间长河。3团黑影再度达成了一致，全部附身到了古影的身上。下一秒，古影缓缓抬起右手，磅礴的黑色仙光将漆黑棺材包裹，随即漆黑棺材缓缓上升，最终没入到了虚空之上。做完这一切后，古影变得虚弱无比，身上的黑光都暗淡了几分。希望不要再出什么意外。另一边，我看着那口棺材又飘了下来，顿时也是来了脾气。若不是我暂时不能离开这水域，非得追上去好好看看。随即我又操控着水域，又将棺材送回上游去了。恭送走棺材进入时间长河之后，4人都元气大伤，全都在调理恢复。这一次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们足足在此地蛰伏了上千年之久，目的就是为了今日。若是再失败，他们可就要彻底崩溃。应该不会失败了吧？
古影却一言不发，而是紧紧盯着虚空之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有种不祥的预感。按道理来说，穿梭时间长河回到过去应该就几个呼吸的事情。若是过去时间线改变了，那么黑阳界应该恢复正常的才对。棺材里的东西并不是过去的，他们能够对付改变时间线应该很轻松才对。这又是为何？下一秒，那口黑棺以同样的方式再度被逆转回来。当四人见到这口黑棺之后，已经彻底无法冷静了。为什么又回来了？三团黑影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了。他们布局了这么多年，却在一天之内失败了2次。此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要想再将棺材送入时间长河，又得蛰伏恢复上千年之久了。因为送外物进入时间长河需要消耗他们的本源之力，他们如今仅存的本源之力已经支撑不了第3次，只能通过1000年的时间慢慢去恢复。1000年岁月弹指间，四人再次聚集在了一起，四人再度聚集在了一起。这一次他们信心满满。1000年了，足足1000年了，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失败，不然我的道心真的要崩碎了。不会的，都过去1000年了，说不定那人早就离开了。古影再次集结了另外3人的本源之力，再度操控棺材进入了时间长河中。与此同时，河岸边，我正在清理岸边的杂草，抬头一看，便看到一口黑棺再度从上游飘了下来。我顿时愣在了原地。什么玩意儿？还来？这才过去10天，家里又死人了吗？此刻，一股无名的怒火冒了出来。随后，我来到了河流中间，拿出了一支笔，在棺材表面写了一句话：“你有本事再试试。”写完之后，我当即操控着水域逆流，将棺材送到上游去了。做完这一切后，我便回到了岸边，继续清理河道。黑阳界4人十分忐忑地望着虚空，1000年的岁月对他们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足足1000年之久。此次若再失败，他们真的会怀疑人生。弟，怎么样了？你能感知到他成功穿越时间长河，抵达过去吗？其中一个黑影十分忐忑地问道：“看不清。”古影凝望着虚空，他已经没有多余的本源之力去推演，只能静静地等待结果。下一秒，虚空之上的空间开始扭曲起来，4人的心弦随即紧绷起来。倏然间，一具漆黑的棺材再度从虚空中出现，来到了4人面前。棺材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又失败了。为什么？其中的一团黑影不甘地嘶吼，强大的威压震得整个黑暗界都在晃动。古影朝着棺材走去，靠近之后，他发现棺材上多了一行字，虽然被岁月之力侵蚀，有些看不清了，但隐约能看出来，你有本事再试试。这短短的一句话，使4弟瞬间凝固在了原地，强大的恐惧代替了愤怒。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瞬间好似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让他们心头发麻。古弟，接下来该怎么办？3人纷纷看向了主心骨，这一刻他们也迷茫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古弟思考了很久，在心中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事到如今，我们先尝试能不能与主战场取得联系。说罢，4弟开始推演，将自己的信息传出黑阳界，传到遥远的主战场。黑阳界的50年岁月匆匆而过，一道意志出现在了黑阳界。当4弟感受到这道意志之后，也是欣喜若狂，总算成功了。紧接着，4弟幻化成了人影，朝着虚空中的那道虚幻的意志单膝跪地，行了一个特殊的礼。尊上，化落虚空中的意志泛起点点金色仙光，声音也传到了4弟的脑海中。你们4人将我这道意志尽数吸收，以最快的时间恢复肉身，将黑棺亲自送往5000年前的淮南界。时间紧迫，我们尽可能以最快的时间恢复。亲自穿越时间长河回到5000年前协助尊上。古帝喃喃道：“可是万一碰到那位3番5次阻碍我们的存在？”其余3人有些担忧。没那么多可是，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完成。我也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时间长河上拦路。如今有尊上撑腰，我们不能畏畏缩缩。古帝一改先前恐惧的模样，正躺着休息的我猛打了一个喷嚏。又是谁在诅咒我？我站起身来，这时我突然感受到了精神感应。小净脱失踪1-2个月了，总算知道回来了。随即我便循着精神感应朝着河岸而去。刚到岸边，便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气球。定睛一看，它的尾巴上缠绕着一根黑绿色的水草，水草的末端好像连接着什么东西。此时此刻，小气球全身都是伤痕，还有一道可怖的伤痕从头部蔓延到了尾部。是否使用100眷顾点进行疗伤？我有些诧异，上次他也是受了不小的伤，都只需要几点，而这一次居然需要100点。不过我也没用犹豫，下一秒，小气球身上的伤痕瞬间愈合，它的气息也在快速恢复。望着恢复如初的小气球，我也是松了一口气。这小家伙可是我的第1只宠物，也是我的好运锦鲤，就算花1000点自己也不会犹豫。恢复之后的小气球也是向着你传来了精神感应。我看向了小气球尾巴上的水草，难道这是你找到的宝贝？我将缠绕在小气球尾巴上的水草给取了下来，走近一看，顿时被吓了一跳。这是一具骨架，而且还是人的骨架。我的乖乖啊，这就是你说的宝贝？你怎么给我捞了一具尸体回来？就在我觉得晦气，准备将这具骨架扔回河底的时候，却发现这骨架泛起淡淡的金光，难不成是宝贝？我将骨架拖回岸上，然后蹲下身子开始打量起来。可当手指触碰到的一瞬间，我便瞬间缩了回来。好高的温度，自己的肉身都已经如此强大了，居然手指还被烫起了一个水泡。不对，这具尸体被河水泡了这么久，为何还有这么高的温度？难不成这具骨架生前是一位强大的修士？可就在我思考之际，竟一个不小心摔到了骨架上。突然间，骨架像一块牛皮糖一般，紧紧地与自己的皮肤贴在
在了一起。最恐怖的是，这骨头开始朝着自己的身体融合，这可把我吓得半死。完了，这骨头怎么像活过来了一样？该不会是要把自己夺舍了吧？随即自己运转功法去抵抗融合，可是却发现根本阻止不了。短短3个呼吸，筋骨完全融合到了自己的身体中。此刻我全身的骨头全部变成了金色，气息也在此刻开始暴涨。大成中期、大成后期，一连突破了2个境界。然而提升最明显的并不是修为境界，而是我的肉身强度。气血之力瞬间翻了100倍不止，并且随着肉身的增强，从李七夜得到的心脏竟与自己身体的融合又更近了1分。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无比轻盈，有种说不出来的玄妙之感。最终，我的修为停留到了大成圆满，距离化神境也只有1步之遥，爽啊！我心情大好，来到了河岸边，将小气球给召回来，准备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是否花费100点眷顾点进行喂养？是，给我狠狠地犒劳我的小气球。随着眷顾点反馈到气球的身上之后，它不仅恢复到了最完美的状态，身子更是突然长到了1米长。见状，我有些诧异，看来自己的眷顾点不仅能治疗水兽的伤势，还能帮助它们成长。不错，如今已经有1米长了，已经是一条大鱼了。现在你长这么大，以后也不容易被大鱼大蟹欺负。话落，小气球十分开心，来回游动着，尾巴也不断拍打着水花。翌日，我用河边的藤子编织了一个简易的地笼，用来抓鱼。因为从小气球这几次给自己带回宝贝来之后，我也发现了这条河里藏着不少好宝贝。我选了几处放置好的地笼，就哼着小曲巡河去了。第2天，我起了个大早，便来到了这片水域，看看今天有没有大货。第1个地笼全是河沙和虾米，第2笼提起来什么都没有，只剩下最后1笼了。我十分忐忑地提起来，却发现里面依旧全是淤泥和沙。难不成又要空去？可就在这时，我发现淤泥里有动静，里面有东西。我提起来，来到了岸上，将淤泥倒了出来之后，便发现了一团圆饼状的东西，类似章鱼的软体动物，卷缩在了一团。仔细打量了一圈之后，竟发现这是一只紫红色的孔瑶。这是一种栖息在较寒海区沙底的鱼，常潜埋沙中，白日潜伏，晚上活动觅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只孔瑶看起来很有眼缘，于是便对它契约了起来。随着我的心念一动，与孔瑶瞬间建立起了精神联系。上一秒还在瑟瑟发抖的孔瑶，这一秒向着我投来了善意的感应。我将孔瑶放在了水中，去吧。找到什么好宝贝就给我带来。孔瑶待了好几秒，仿佛在确认什么东西，最后才慢悠悠地沉入了河底。今天虽然没出什么大货，但是窃约了一只孔瑶，也不算毫无收获。我又将地笼继续埋在了水中。这条河里面有很多宝贝宝鱼，我当然得利用起来。翌日，正在河边修河岸缺口的我感受到了精神感应，立马便朝着下游的水域走去。来到岸边，便见到孔瑶正呆呆地飘在河面上。等你来了之后，孔瑶翻过身子来，只见她的嘴巴上夹着一根翠绿的树苗。这是你给我的见面礼吗？我接过了这根翠绿的树苗，上下打量起来，有什么树苗是长在河里的吗？凑到鼻子边闻了闻，能闻到一股奇特的异香。这股异香充满我的鼻腔，一瞬间我只感觉心旷神怡，好宝贝。于是我拿着这根树苗来到了食物前，有过前几次的经验，我直接一口吞下，然后席地开始打坐。可没想到下一秒，我便面色憋得涨红，不管怎么运转功法都无法消化，而且树苗好像在胃开始生长了起来，这让我感觉一阵恶心，直接将树苗吐了出来。可没想到下一秒，当树苗落到地面的一瞬间，便开始生根，转眼间便成长为一棵大柳树。这棵柳树好像有灵智一般，一根柳条垂落到了我的面前，紧接着这根柳条自动断裂，落在了我的手上。我紧握这根柳条，发现这柳条中蕴含着无比磅礴的能量，哪怕不施展任何功法，朝着面前的一块巨石轻轻一抽，原本坚固无比的巨石便瞬间碎成粉末。我望着手中的柳条，不由得惊喜万分。倏然间，这棵柳树又垂落一根柳条落在了我的面前，而且上面貌似生长着什么东西，这是啥玩意儿？此刻我看着柳条上的果子陷入了沉思，下一秒这枚果子自动掉落到了自己的手上，自己也从中感受到了一股精纯且磅礴的能量。我使劲咬了一口，下一秒一股浓郁的异香灌入鼻腔中，随即果肉化作了一股精纯之力，顺着食道蔓延到了全身。感受到奇异变化之后，你3下5除2就将这果子给吃完了。随即席地开始打坐，调控着灵力，不断去梳理这股在自己肉身中横冲直撞的磅礴之力。倏然间，我猛然睁开了眼睛，瞳孔中有点仙光在孕育，我的神识之力开始不受控制的暴涨。短短几个时辰，修为便顺利来到半步化神境。还有没？再来一枚呗！我对着柳树问道。这柳树肯定是有灵智的，不然不会做出这一系列的举动。柳条轻轻摆动，仿佛在说已经没有了。多了一棵宝树，不仅有灵果吃，以后躺着睡午觉还能在树下乘个凉。此刻某灵界拜见寒天尊，清源宫大殿之下，10几位气息强大的大能修士对着端坐于殿上王位的威严男子行跪拜礼。王座上的男子仅只是端坐那，殿下所有人便都不敢与之对视。起来吧。随着威严男子的话落，这些大能强者才缓缓起身。你们的心意我已然知晓，如今灵界局势已经稳定，我会将原本属于你们的疆土尽数归还。此话一出，殿下10几位大能强者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寒天尊一统灵界之后，成为唯一一位渡劫7大能，被世人尊为天尊。他们这12人曾经都是灵界的至尊，统一一方疆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来寒天尊立天尊之位，他们为了保全性命，也选择了臣服。今日他们12人前来，就是特意来祝贺寒天尊的生辰。可是没想到，寒天尊为何会说这样一番话？我等早已经臣服，如今也过去1000年之久，我等绝无二心，还望天尊收回成命。说罢，12人又诚惶诚恐地跪下。见状，韩跑跑轻笑道：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在试探你们，不久之后我便会离开灵界，你们跟了我1000年，你们的子嗣大多都是我的徒弟，
把灵界交给你们，我很放心。闻言，12人抬起头，表情一愣，又想到了什么。难道仙尊要飞收了吗？他们很清楚，仙尊已经修炼到了此界的制高点，1000年前他就已经无敌于灵界，抵达了渡劫境。或许吧。其实韩跑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飞升。抵达渡劫境之后，他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直到1000年的沉淀，他终于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想去追求那至高无上的道途。恭喜天尊飞升上界！12人也是由衷的祝贺。听到这番话，韩跑跑也只是笑了。回想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在一条河上遇到了一位神秘的男子，他与自己签订了一个合约。由于时间太久远了，他已经有些想不起那位男子的模样，但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欠他10件宝物。可是过去这么久了，也不见他的踪迹，他都已经怀疑那是不是当初自己的一个梦。他望着眼前的12人，严肃地说道：“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们务必铭记于心。”天尊，请说。12人第一次见到天尊露出如此严肃的表情，其实韩跑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但是为了自己离开后灵界的安宁，他还是决定留下后手。我有一个债主，我担心他会在我飞升之后寻到灵界来找麻烦。此话一出，12人纷纷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震惊与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居然从天尊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丝担忧之意，也就是说他的那位债主好像很强。敢问天尊的债主是谁？难道说那位的实力比您还强吗？实力应该是比我强，不过你们也不用害怕，我只是欠了他一些东西，只要我归还他，当然不会迁怒于灵界。说罢，他大手一挥，将一幅模糊的画像递给了众人，他们全都凑了过来，目光紧盯着画像上的轮廓。若是有一天他寻来了的话，你们就告诉他我已经飞升，不在这个世界。关于欠的东西，我早已经放在了灵界的某个地方，希望他不要迁怒。12人小心翼翼地将画像收了起来，郑重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的100年时间，我将会闭关渡劫，关于灵界的管理就交给你们打理了。我等定不负天尊的重托。天尊，请放心闭关吧。另一边，我正靠着柳树休息，在梦中突然感知到了什么，猛然站起身来，朝河岸走去。不一会便发现小齐秋和孔瑶正在岸边的水中打了起来，两水兽打得不可开交。别打了！我怒吼了一声，这两家伙这才意识到主人已经来了。两水兽战战兢兢，十分无辜地望着我。打什么打？你们都是我的爱将，我还说哪天你们2个洋见面认识一下呢。这下倒好，不用介绍了，你们现在算是不打不相识了。我训着话，两水兽老老实实的听训。当他们得知自己是同一位主人之后，心中的怒火也是消失殆尽。两兽才开始握手言和，表示自己先前唐突了。见到两水兽和好了之后，我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样才对嘛，都是一家人，何必打得头破血流的？以后你们2个得相互照应，明白吗？话落，两水兽这才点了点头。此时此刻，某处大界混沌之海，众多修士眼睁睁看着混沌之海快要被2位至高生灵打碎了。他们为了争夺机缘来到了这混沌之海中，却没想到突然出现了2头强大的生灵，在上空打了起来。由于被黑雾遮盖，他们看不清2道强大的存在是何种生命，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恐怖的身躯。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混沌之海的结界最快也要在1年后才会重新开启，他们无法离开这里。由于那2道恐怖生灵的战斗，如今已经将此方小世界打得支离破碎，已经到了快崩碎的边缘了。一旦此小界崩碎，那么他们所有人就会葬身于此地。可是他们却做不了什么，虚空之上那种级别的战斗不是他们能够阻止的。殿下，若此界崩碎，属下会献祭自己，替殿下杀出一条生路。此刻，一位中年男子对着面前一位女子单膝跪地道：“女子矗立于海面上，绝美的容颜下是一双看不清一丝情绪的美眸。你觉得你有那实力吗？”话落，中年男子将头埋得更低了。属下该死，大放厥词了。每个人到了将死的时刻，都会暴露自己最真实的害怕。你的内心明明是害怕的，既然害怕，就退后一些。说罢，女子手中出现了一把长剑，望着虚空之上的不断闪烁着白光的黑雾，眼神也愈发坚定起来。既然都要死，不如战死。感受到女子的战意，中年男子慌了，声音都有些颤抖：“殿下，你不能死，你若死了……我死了又怎么样？人都有死劫，我只不过是提前遇到。”女子打断了他的话，他自己也很清楚，这2头生灵不是他能比拟的，即便自己冲入战场去阻止，下场也是灰飞烟灭。但他也不愿意就这样等待世界的崩碎。就在他准备只身杀入战场赴死时，一道虚无大手破开了此界的虚空。此时此刻，所有人纷纷抬头看向了那双虚无大手。原本濒临崩碎的世界，此刻突然安静了下来。只见那一双虚无大手破开虚空之后，朝着黑雾中的2位正在大战的生灵拍去。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拍，那2道恐怖生灵瞬间停止了大战。所有人恐惧地望着那双虚无大手，甚至忘记了呼吸。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且离奇的一幕。河岸上，我双手叉腰惊喜道：“原来如此，你们是同时找到了1件宝贝才打起来的，都是一家人，打什么呀？现在认识了，下次可得好好相处。”从他们传来的精神感应中，我明白了他们打起来的前因后果。什么宝贝让你们打得头破血流？快拿出来我看看！两兽好像谁也不让谁，共同将一颗外表宛若夜明珠的紫白圆珠推出了水面。感受到了两兽暗暗较劲的心思之后，我则是笑了笑说道：“好了好了，这件宝贝是你们一起找到的，
你们都有功。说罢，两兽这才没有再继续暗暗较劲。我一把将这颗紫白色的夜明珠拿了起来，握在掌心处仔细打量。这枚夜明珠大概有拳头大小，外表是白色透明，里面却装着流动的液体，呈现紫黑色，能感受到有一股十分磅礴的能量被封在了其中。运行功法之后，一股强大的吸力从掌心传出，朝着夜明珠吸去。下一秒，一股淡淡的血气从夜明珠中被吸出，顺着掌心传到了我的全身。随着这股淡淡的血气没入肉身之后，我瞳孔一缩，只感觉自己的气血在疯狂暴涨，瞬间涨了2倍有余。不仅如此，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卡着自己的瓶颈松动了，再来几次，说不定自己都能彻底踏足到化神境了。这枚夜明珠应该是一种辅助修炼的法宝。我将夜明珠收了起来之后，便准备好好奖励自己的2名爱将。过来过来，你们寻宝有功，我好好奖励你们一番。听到这番话，孔瑶与小祈秋纷纷露出了期待的神色，看着他俩遍体鳞伤的模样。于是我先费了10点眷顾点，将两兽身上的伤给治疗好了。下一秒，他们身上的伤势瞬间修复，气息也恢复如初。孔瑶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可思议。他没想到主人居然这么轻松写意，这么快就将自己身上这么严重的伤给治疗好了。见到孔瑶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小祈秋则是冷哼了一声：“我就说主人神通广大吧，现在傻眼了吧？”将两兽治疗之后，我打算一些眷顾点喂养它们。小祈秋上一次经过我的喂养之后，从50厘米长到了1米长，而孔瑶只有40厘米长，在小祈秋面前就显得很小个。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是否费100眷顾点喂养借瑶兽？”闻言，我微微一愣。借瑶兽说的是孔瑶吗？在这个世界，小鹏楼叫做无牛龙，孔瑶叫做借瑶兽，名字取得这么唬人，看起来却是憨憨的。喂养之后，孔瑶的身子扩大了1圈，长到了80厘米长，而且尾巴上还多了一块块细密的鳞甲。孔瑶感受到自己的变化之后，也是十分激动的翻了个身子，肚皮朝着水面吐着泡泡。这是他们这一组表达尊敬感激的特殊方式。这时系统又再次响了起来：“是否费100眷顾点喂养无秋龙？”我直接点击确定。下一秒，小祈秋的身子又长了10厘米左右，身上的鱼鳞变成了淡金色，其他地方没什么变化。感受到自己变化之后，小祈秋绕着我的腿转圈圈，甚至还亲了一口苏木的脚。见到这一幕，孔瑶一阵无语，真是恶心的家伙。好了，去玩吧，看到什么宝贝就带来。你们两兄弟要互帮互助，要是让我发现你们偷偷打架，我可不轻饶你们。还有这河里有很多大家伙，你们个子还是算小的，小心点。因为就在前几天，我就在河中间看到一条身长足3米的大鱼跳出水面，自己刚追过去，马上就不见了，这让我懊恼了好久。那条大鱼一看就是宝鱼。